你信不信只要我不把你给干死，你爹都得帮我摆平这一切？你说什么？我说今天的最终结果是你得白挨这顿打，你信吗？孙董，刚才因为你儿子对我进行言语挑衅，并且对我的亲人出言不逊，所以被我揍了一顿。放心，我还是有分寸的，没把他揍死。你说咋整吧？你说什么？你把孙浩给打了？对，没错，不过应该说他是自找的。你打了他，你还给我打电话，你是想跟我讲道理？不是想跟你讲道理，我是想让你帮我解决首尾而已。毕竟警方现在要我跟他们回去接受调查，而我又不想浪费时间跑那么一趟，所以我想找孙董帮我摆平。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孙董，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话，那我就多说几句吧。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还有那个跑去国外整容的。没等叶松说完，那头的孙永行便是脸色瞬间惨白的从座椅上窜了起来，惊恐的喊道：“混账！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孙董息怒，我就是以前不巧听说了一些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已。原本我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毕竟咱们无冤无仇，素不相识，我犯不上去找你的麻烦。可万万没想到，这该死的巧合还是让咱们发生了交集。就在刚才，我好端端地在吃饭，你那宝贝儿子突然闯进来找我麻烦，可我还是给足了他面子。但之后他还要蹬鼻子上脸不说，还辱骂我的亲人，你说我能忍吗？换作是孙董你能忍吗？够了，这些回头再说。你不是想我帮你摆平吗？好，给我几分钟，我这就帮你解决。无暇去多想太多，那头的孙永行粗喘着快声道：“好的，谢谢孙董。”整个包间中，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还有跑到国外整容的，这是什么意思？瞬间鸦雀无声的包间中，所有人都一头雾水的猛圈起来，但在场的都不傻，都从这话中似乎听到了一丝丝的威胁之意来。不等众人得以理出些许头绪来，放下手机的叶松看向那几位警员，淡淡笑道：“二位巡捕同志，有劳你们多加稍等几分钟。如果几分钟后这位孙少坚持要追究的话，我再跟你们回去，可以不？”听罢，两位警员再次错愕的面面相觑，对视起来。要换作是普通人的话，或许叶松刚才连打电话的机会都不会有，而是直接被铐回局里了。但碍于叶松的身份特殊性，再加上受害者是东方集团董事长孙永行的儿子，老实说，这事儿根本不是他们区几个普通警员能处理的。喂，爸！混账！该死的东西！你到底招惹到了何方身上？现在是我受了伤，死得了吗？孙永行在吼道。虽说往日里也没少被父亲孙永行吼骂，但相较之过往，这次孙浩却听出了父亲孙永行那抖颤声中的惊慌。对，就是惊慌。过去让他未曾从父亲孙永行身上感受过的惊慌。死不了的话，马上给对方道歉，马上把警察打发走，马上息事宁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马上按我说的去做，马上。孙永行半点要解释的意思都没有，根本不容孙浩去拒绝。我要是不能，那你就是在把东方集团，把你老子我推向万丈深渊。我没时间跟你说那么多，马上道歉，马上把警察给打发走，马上息事宁人。只是言语声中的那种惊慌已然越来越剧烈，越来越着急。随着孙永行的这一声吼出，孙浩猛地如遭雷击。显然，孙永行这句话的分量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行，我听你的。孙少，我说过这顿打你肯定得白挨，没骗你吧？虽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是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但对上孙浩这种主，叶松半点留一线的意思都没。迎着叶松那静带戏谑的羞辱，孙浩咬牙吞下了一切，眼神深处利益丛生的看了叶松一眼，这才冲着那两位警员道：“抱歉，咱们刚才是闹着玩的，实在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孙先生，你确定你们是闹着玩的？确定。你是不打算追究了？这本来就是闹着玩的，一场误会，没什么可追究的。好，既然是一场误会，既然你不打算追究，那咱们就撤了。另外，赶紧去就医吧。话罢，再是眼神复杂的朝叶松看了一眼，按耐着心头的重重疑惑，两位警员也不再多说，彼此眼神相互一交流，默默转身快步离开。孙少，难道孙董没让你跟我道歉吗？死寂的包间中，叶松开口打破了这份诡异静谧，轻蔑的再次笑看着孙浩道：“对不起。”大点声。对不起。滚。处理好了没有？如果你说我的伤势，我刚到医院。如果说被打这件事，如你所愿。你身边有没有人？没有。跟你发生冲突的是什么人？你是怎么招惹到对方的？你必须如实跟我说，必须。由头到尾都没去过问孙浩的伤势如何。听到如你所愿这4个字后，孙永行稍稍松了口气，但语气中的紧张跟着急仍然如旧。山青那个暴发户叶松。什么？你说什么？对方是山青叶松？孙永行霎时间不敢置信的惊呼大喊，给他打电话用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来对他进行威胁的人，是那个如今声名远扬的山青叶松。该死，这怎么可能？这根本不符合正常逻辑。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到底指的是什么？没有理会孙永行的反应，孙浩问道。孙永行为之一愣，思绪随之回到现实中，继而沉声道：“没什么，你不用打听这些，
你确定今晚的人是那个山精叶松？你是怎么跟他发生冲突的？不晓得知他跟我在同一家饭店吃饭，想到小姨儿子冯亮的死跟他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想为冯亮做点什么，就这么简单。如果不是你，那他必定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就凭他对我造成的伤害程度，足以入刑。别跟我打马虎眼，你是我的儿子，难道我不了解你吗？冯亮虽然是你小姨的儿子，你们俩小时候也的确没少一块扎堆，但你们的关系不早就在多年前便决裂了吗？你说你想为冯亮做点什么，你觉得我会信吗？混账东西，给我老实说。老实说，是吗？老实说，那就是你影响了我的全盘计划。我要的就是让他对我出手，我要的就是让他对我构成刑事伤害，然后以入刑代价为筹码，让他把乐资的海外独家代理权作为和解的交换条件。你不是一天天的说我烂泥扶不上墙吗？我就想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我孙浩不是烂泥，不是。但是你毁了我的计划，毁了我本来离成功不远的计划。蠢货，你觉得这种方法能威胁到他就范，能让一个英美之主都为其站台的人把乐资的海外独家代理权交给你？如果有这么容易的话，你觉得轮得到你啊？是你觉得自己太聪明，还是觉得其他那些盯着乐资海外独家代理权的种都是一群脑智未开的废物？还有，你仔细摸过他的底细吗？你如此人物，到现在你还天真的认为他只是一介暴发户？在孙永行那恨铁不成钢的怒斥声下，孙浩傻眼了，而孙永行那边也不再给孙浩应声的机会，直接挂断结束了父子间的通话，再而从通话记录中找到叶松刚才给他来电的手机号，短暂的调整情绪后，按下了拨打。喂，孙董吗？叶总，是我孙永行。首先我想诚挚的给你道个歉，是我教子无方，导致孙浩那个不成器的玩意给你添堵，造成了不愉快，真的万分抱歉。诚然，孙董的公子是真给我添堵，是真让我不愉快了。不过冤有头债有主，该付的代价他也付了，孙董不必再去过多自责，只要日后别再触我眉头，这事就算是翻篇了。那就好，那就好，多谢叶总的宽宏海涵。行了，孙董，咱们彼此的时间都挺宝贵的，所以就不必绕圈子了。你给我打电话不完全是为了给我道歉来的吧？既然叶总快人快语，那我孙永行也不藏着掖着了。叶总，我想问问，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当年往事，你究竟知道多少？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往事知多少，一点都不意外。孙永行的来电，叶松无声的再次浮起笑容来。没记错的话，前世孙永行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惜通过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去实现暴利。然而在工程结束迎来验收时，满腔正气的验收负责人却是强势拒绝同流合污，任由孙永行的人百般贿赂收买都不为所动，最后更是扬言要检举揭发。这一来，彻底激怒了孙永行，为了一劳永逸除去后患，指使心腹部下伺机让那位验收负责人人间蒸发。而灭口的那一晚，恰是在一个风雨夜中。事后验收负责人的尸体被埋到了一棵老槐树下，在世不久，老槐树下的尸骨被转移到了某中学的操场中，这位负责人就此彻底人间蒸发。而负责执行灭口任务的那位心腹部下则是跑到了海外去，在完成整容后才又重新回到国内，并且一直待在孙永行身边，扮演着清道夫的角色，在看不到的黑暗地带专门给孙永行干脏活。至于说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国外整容这几个关键词会不会给自己惹上来自于孙永行施予的麻烦，又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到前世轨迹，甚至是会不会让孙永行在不安的慌乱中急着去灭迹，叶松一点都不担心。很简单，因为孙永行已经没几天蹦跶的日子了，如无意外，这会儿十有八九已经被相关工作组给盯死，只等即将带来的收网。叶总，你是聪明人，所以就别跟我兜圈了。关于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你知道多少？如果不是贵公子来找我的麻烦，本来我是可以完全不知道的。还是那句话，我跟孙董无冤无仇无过节无冲突无矛盾，我犯不上去给自己惹一身腥，更犯不上给自己招来没必要的麻烦。孙董，你说是不？听到叶颂说完，那头的孙永行却是多少有些气急败坏了。我是在问你知道多少，不是想听你说事情的原委。叶总，咱们明人就别说暗话了，开个条件，告诉我你到底知道多少，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孙董，我不是说了吗？如果不是贵公子找我的麻烦，这些我会烂在肚子里的，甚至是如果可以，我都不想知道你那些破事。但阴差阳错，好巧不巧，导致了意外获知。不过你也不用让我开条件，我叶松啥都不缺，我要的你给不了我，你能给的我都不在乎。孙永行已经开始抓狂了，可还是只能强忍住自己的情绪。叶总，知道这事的还有多少人？孙董，我只能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半句相关的。如果你们父子俩不来招惹我，我也相信以后也不会对外多说半句。我能相信你吗？爱信不信，如果我要找你的麻烦，怕是就不至于用这种方式跟你进行交谈了。再问叶总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我知道你知道风雨夜老槐树大操场？叶总就不怕惹祸上身吗？就因为叶总跟孙浩的那点事，叶总就暴露出自己所知道的那些事儿，值得吗？哦，孙董这是在威胁我吗？叶总觉得我敢威胁你吗？所以这不就结了吗？我既然敢让孙董知道我知道，那就不怕被孙董知道我知道，就这么简单。叶总，最后多说一句，你真的保证不会对外透露半句？这取决于孙董跟贵公子。
好，明白。从今往后，但凡叶总出现的地方，我都会让孙浩那个王八蛋退避三舍。要是他再敢招惹叶总半分，我亲自打断他的腿。那孙董大可放心便是。话罢，也不等孙永行再应声，叶松挂断了电话，而边上的叶成英此时则是看着他怔怔出神，以至于叶松挂断电话后，叶成英似是都还没能缓过来。叶大少，怎么了？你这是？老叶，您跟东方集团董事长孙永行之间，这到底是咋回事？没什么，就吓唬吓唬他而已。吓唬吓唬他而已。老叶，我30岁，就这种说辞，3岁小孩都不带会相信的啊。